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陈海燕是一个美丽而不幸的北京女人。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一个药材商，女儿陈静活泼可爱。谁料当炽热的爱情逐渐变得平淡的时候，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1985年10月，因为丈夫婚外恋，陈海燕和丈夫离婚了。3岁的女儿陈静判给她抚养，从此她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和女儿相依为命。陈海燕在一家物业公司上班，收入微薄，但她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女儿受到一点委屈。在她的精心抚育下，女儿长成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美女。或许是婚姻失败的阴影未散，她常常在陈静耳边念叨：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今后不能随便找一个男人，一定要精挑细选找一个好男人，千万别犯我当年的错误了。这样的唠叨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让正处在青春期的陈静心生厌烦。2000年暑假，陈静高考结束，顺利考上北京某大学英语系。为了犒劳自己，她跟妈妈要了一笔钱，独自报了一个团到北戴河旅游。在这次活动中，一个帅气的北京小伙子严卓对他大献殷勤。严卓刚满20岁，声称自己是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在北戴河海边配对游戏中，陈静和严卓抽签配成了一对。当大家哄笑着把陈静推向严卓时，陈静的心砰砰乱跳。眼前这个男孩多像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啊！当天晚上，两个人在海滩上海誓山盟。严卓指着天上的星星对陈静说：我要爱你10000年。就是这个晚上，陈静莽撞地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严卓。陈静旅游回来，一直处于幸福当中。她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经常向妈妈要钱买衣服和化妆品。陈海燕显然注意到了女儿和以往不一样。一天，她堵住正要出门的陈静，问道：陈静，你是不是谈恋爱了？陈静一愣，随即脸一红，回答道：也不算吧，就是刚认识了一个男孩，感觉挺好的。陈海燕见陈静承认了，紧张地问道：你答应妈妈大学期间不恋爱的，怎么没上大学就谈上了？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清楚他的底细吗？这年头坏人多，可别被人骗了。这一下陈静不乐意了：你别老看管着我，我有谈恋爱的自由，我和什么人交往是我自己的事儿，您不用那么操心。说完，陈静夺门而出。不久，学校开学，陈静住到了学校。严卓天天去探望陈静，说自己可以在他学校外面租个房子，两个人同居。鉴于自己刚刚上大学还在军训，陈静拒绝了他的要求。母女俩冷战了几天，这么多年来，娘俩第一次红脸儿。陈静感到有点对不起妈妈，但是爱情更让她向往，因此她一直不跟妈妈联系。几天后，陈海燕主动投降了，打电话给女儿要她回家吃饭，嘴上也没跟她再提陈静交男友的事儿。陈静这才安心了。陈静回到家后，发现妈妈早就买回了一堆鸡鸭鱼肉，不禁奇怪地问道：今天有客人吗？陈海燕笑了笑说：今天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吃顿饭，也让妈妈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陈静一听高兴地说：好啊，妈妈，我男朋友真的不错，才貌双全，
你看了就不会再反对了。晚上我把他带回来给你看看。夜晚，华灯初上，严卓提着一个果篮，随着陈静进了门。陈海燕见到严卓，不仅赞叹这个男孩子长得真不错，热情地招呼他。严卓虽说初次上门有点紧张，但是未来岳母成熟的女人风范却让他折服。他没有想到，准岳母虽已40多岁，但风韵犹存，看起来不过30出头，倒像是陈静的姐姐。见惯了青春美少女的严卓对陈海燕顿生好感，逐渐消除了紧张。严卓说自己也是北京人，因家境贫寒，高考以后没有上大学，而是和朋友在中关村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公司，目前每月有6000元以上的收入。陈海燕言谈之中流露出对严卓学历的不满，严卓连忙说自己一定攒点钱，再参加高考，争取考上大学，配得上陈静。接下来的几天，大家相安无事。陈静以为母亲已经接受了严卓，但是他哪里知道，这几天母亲其实是到严卓家附近打听这个未来女婿去了。2000年10月的一个周末，陈静从学校回来，晚饭时间，陈海燕郑重地对陈静说：“陈静，妈妈希望你不要和严卓来往了。”陈静吃惊地把碗一放，说：“妈，你怎么又变卦了？你不是不反对我谈恋爱了吗？”“我是不反对你谈恋爱，关键是你和什么样的人谈恋爱？你知道严卓的情况吗？”陈海燕气愤地告诉女儿，严卓家住在贫民区，家境很差，父母双双下岗，严卓勉强读完了高中，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根本没开什么电脑公司，只是偶尔在中关村帮朋友装电脑，挣不了什么钱，是个典型的啃老族。父亲为了他年近花甲，还在四处打工。最后，陈海燕语重心长地告诫女儿说：“嫁了这样的人，不是注定要吃苦吗？”陈海燕没有料到，在自己的高压干涉下，女儿跟严卓的关系反而更加炽热起来。严卓隔三差五就来到家里找陈静，有几次陈海燕下班回到家后，竟然发现2个年轻人腻在陈静的卧室里，床铺上一片狼藉。陈海燕气得脸色发青，然而又无可奈何。2001年春节，陈静找母亲要钱，说是要跟严卓到黄山旅游。陈海燕心情郁闷，但还是给了女儿2000元。女儿走后，陈海燕感到天都要塌了。她把自己的担忧跟一个姐妹倾诉，可是朋友反而劝她说，严卓穷点就穷点，只要他对陈静一心一意也就算了。你想，你的前夫倒是不穷，可他怎么对你的呢？这些年吃的苦，难道还没让你想明白吗？陈海燕说，那万一严卓也很花心，陈静不是比我更惨吗？朋友说，要不就找个漂亮丫头试试她，如果她是君子，陈静跟着他也成；要是他用情不专，陈静看透他的真面目，也会跟他分手的。陈燕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找谁去试探严卓呢？他和朋友都犯了难，因为这个忙别人还真不好帮，一旦没把握好分寸，可能会给诱饵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们找了好几个人，都被拒绝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陈海燕最终还是找了一个可靠的人选，那就是他自己。春节过后，陈海燕忽然对严卓改变了态度，主动让陈静带严卓回家吃饭，
甚至严卓在陈静房里磨蹭到很晚才离开，他也没有一句怨言。严卓一直以为独身多年的女人性格多半有些怪癖，他现在才发现陈海燕其实是一个很易于相处的女人，对事业对人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令他暗暗折服。渐渐的，严卓对这个未来岳母滋生出一种亲密的情愫。为了不让她失望，他后来在一家眼镜店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事情却急剧地变化着。2002年8月的一个周末，陈静跟着几个同学去天津搞社会实践，要在天津住2个晚上。周五下班之后，严卓习惯性的来蹭饭，只见陈海燕已经做好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桌上还摆放着大半瓶的五粮液。严卓问道：“阿姨，不就是我们2个人吃饭，您干嘛拿出酒来？”陈海燕温柔地笑道：“这酒是我们单位庆祝新年时剩下的，已经开封了，不能久放，我决定和你喝掉的，你不会反对吧？”严卓一听也笑道：“我不反对，不反对。”说完，2人相视而笑。席间，陈海燕嘴角总挂着一丝迷人的笑容，她不停地给严卓夹菜倒酒，眼睛里闪出一种和煦的光，浑身上下散发着摄人的魅力。严卓只觉得受宠若惊，又心惊动摇。身穿吊带短裙的陈海燕是那样温柔而妩媚，美丽而性感。2个人喝了很久很久，谈了很多很多，仿佛忘了彼此的年龄身份。此时的陈海燕渐渐有些忘情，说起她独居这么多年的凄凉，如何熬过孤枕难眠，听得严卓脸上发烧。说到动情之处，他猛地趴在严卓的肩膀上哭了起来。严卓手足无措，借着酒精的作用，他不由抱住了陈海燕，想安慰她。于是在慌乱的拥抱当中，2个人衣着单薄，肌肤相亲，都颤栗起来。第2天早晨，严卓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陈海燕的床上，身边是一片狼藉。他才明白昨晚发生的一切。严卓回想起来，吓了一跳。天哪，这不是乱伦吗？怎么有脸去见陈静啊？这种小说里面的事情居然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严卓顿时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他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看到陈海燕正在厨房做着早餐，便悄悄地溜走了。周末陈静回家后，发现严卓有些反常，他也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此后每次他打电话给严卓约会的时候，严卓总是找理由推脱，而且连续好几天也不来家里蹭饭了。于是陈静疑心严卓有了第3者，便向母亲诉苦。陈海燕淡然地对陈静说：“是吗？小严不会这样吧？不过这种事情也不好说，这年头男人有几个靠得住？早就对你说过要当心的。明天我找小严谈谈去。”经历了内心痛苦的挣扎，严卓憔悴了不少。他痛恨自己怎么就没把持住，犯了这种难以启齿的错误。此时陈海燕找严卓摊牌了：“我只是想试探你一下，谁知道你是个畜生。不过只要你跟陈静分手，我们之间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严卓一听，吓得跪在地上，不断地扇着自己的耳光：“阿姨，是我错了，我不是人，你原谅我吧。可是我真的很爱陈静，只要你不拆散我们俩，只要他赎罪，我跟你做牛做马都行，我求你了。”陈海燕轻蔑地说：“赎罪？你和我女儿分手就是赎罪，我坚决不同意你和她来往。如果你不和陈静分手，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就去告你强奸我，
如果你不想坐牢，你就好好想想吧。看着陈海燕远去的背影，严卓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太狠了，为了完成拆散自己和陈静，居然可以干出色诱准女婿这种龌龊的事情。如果说之前严卓对他有一点愧疚的话，那么现在变成的就是满腔的怨恨。陈海燕回家之后，陈静急切地问道：严卓怎么说呀？陈海燕叹了口气，悠悠地劝着女儿说：陈静，天下男人多的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对咱们不义，就不能怪咱们对他无情。孩子，忘了他吧。陈静急得哭了出来：妈，他真的有人了。陈海燕不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默默地把女儿搂在怀里。而遭遇情变的陈静嚎啕大哭。2002年11月，自尊心很强的陈静主动向严卓提出分手，并质问他为何背叛自己，他的新欢是谁。严卓一律报以沉默。不久，陈海燕为女儿介绍了一个干部子弟，那男孩家中有2套大房子，并且他们家人也都很喜欢乖巧美丽的陈静。为了平复心头的伤害，陈静很快和他确定了恋爱关系。严卓并不知道陈静已经有了新男友，他思来想去，决定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再去向陈海燕求情。2002年12月的一天，严卓敲响了陈海燕家的大门。陈海燕面若冰霜，露了一个缝。严卓舔着脸钻了进去。陈海燕又做了一桌酒菜，2个人尴尬的边吃边聊。陈海燕冷冷地说：只要你不再纠缠陈静，一切好说。严卓跪下了哀求：阿姨，我真的错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后悔也没用了。可是我真不想和陈静分手，也不想坐牢，求求你了，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见严卓哭得快背过气去了，陈海燕终于有些不忍，温柔地抱着他，柔声说：我们2个都是没有前途的人，可是我的女儿有，你要是太难过，就把阿姨当你的亲人吧。陈海燕还动情地说：你是我生命当中第2个男人，我不会对你太绝情的，你今后有什么难事，只要我能帮得到，一定会尽力的。在酒精的作用下，严卓和陈海燕发生了关系。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陈海燕正打开照相机在取胶卷儿。严卓惊讶地说：阿姨，你做什么？陈海燕一脸得意地告诉严卓，他已经拍下自己和他发生性关系的照片，如果严卓再纠缠陈静，那么他就去公安局告严卓强奸。末了他还补充了一句：为了我女儿的幸福，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严卓慌张地穿好衣服，夺路而逃。2003年2月20号，严卓又喝得醉醺醺，跑到陈海燕家里，说今天一定要见到陈静。陈海燕使劲将严卓甩开，训斥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赖皮？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永远也不要来找陈静，滚！严卓想到自己这么多天来被这个女人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仇恨染红了双眼。他攥紧拳头，一步步逼向陈海燕，要他把裸照的底片拿出来。陈海燕却说：不行，我把底片放到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了。实际上，严卓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清楚，陈海燕在严卓昏睡的时候不可能拍下他们发生关系的镜头，顶多拍几张他裸睡的照片而已。严卓嘴里叫着：你这个阴险的女人，我要杀了你！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
说着，他用手使劲掐住陈海燕的脖子，并把她摁倒在卧室的床上。严卓顺势拿起一个枕头捂在他的脸上，双手死死地摁住。陈海燕刚开始还挣扎着，逐渐就没有了动静。过了一会儿，严卓觉得自己没劲儿了，便松开手。这时候他才发现陈海燕已经没有了呼吸。严卓心里一惊，他本来只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真的把他弄死了。2003年3月，陈静在焦急中等待了10几天后，仍然没有母亲的消息，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称陈海燕失踪了。因为陈静无法提供陈海燕可能出走的方向，警方一时也无法找到她。杀人的沉重心理负担并不是只有22岁的严卓能够承受的，因此他不停地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一次，他在与一个哥们喝酒时，喝到烂醉时禁不住哭了起来。哥们问他怎么回事，严卓说：“我把我的岳母给杀了，埋在了永定河。”这个哥们以为严卓说的是酒话，当时没当回事，事后也没有问严卓。严卓酒醒之后也根本没记住自己酒后说了什么。这事儿一晃过去了4年。谁也没有想到严卓的那个哥们后来因为盗窃被捕了。2007年6月4号，警方在提讯时，他为了减轻罪责，争取重大立功表现，就把严卓酒后之言向警方做了举报。当警方根据线索找到严卓时，已经被噩梦折磨的头发都灰白的严卓如实向警方供诉了自己和陈海燕发生关系后一再被要挟、失手杀人并肢解抛尸的经过。当陈静得知凶手竟然是严卓，尤其是得知母亲被杀的起因时，他大喊一声：“妈妈，你怎么这么傻呀？”他哭得晕了过去。